Tony 幫你做功課系列，雲端廚房想要省下店租，賠得更慘哦。先說結論哦，雲端廚房消失了哦，那不是因為疫情來結束掉，而是這個模式中先天就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可是它剛出來的時候看起來很迷人啊。嗨，我是電商 Tony 陳，歡迎收看 Tony 幫你做功課系列。我這個系列我就不嘴那些大道理了，就帶你看一些精彩的商業案例跟八卦。那你也可以思考看看，看能不能運用在自己的公司上。如果能確實增強你的生意，你也不用謝我哦。永遠記得善待你的員工跟客戶就好。好，我們開始哦。我上一集講了 Apple 即將發展訂閱制，那這次我來跟你講說，雲端廚房消失了嗎？你有沒有點過哦？雲端廚房這東西是這樣哦，就是其實那個追逐熱點誰不會？你就問 AI 說現在什麼紅哦，大家討論什麼？然後我也成功做出幾部追逐熱點的影片啊哦，像萊爾富哦、Lawson 等等。好，可是我自己啊，我最喜歡的就是那個，我去挖掘那個現在已經沒人在意的東西，然後把它挖出來看，我就很愛幹這種事情。這個雲端廚房就是。怎麼沒人在討論了？以前也不是很夯嗎？真的很夯哦，在大概反正疫情後哦，疫情後甚至疫情中間就出現了雲端廚房的苗頭哦。那時候真的是燎原之火啊！你看現在沒有人在跟你講什麼雲端廚房了。好，那這是就我來講，我分析給你看，我把這個已經過氣的網紅雲端廚房，我把它挖出來給你看。好，那雲端廚房消失了嗎？哦，我之前有一集影片聊過外送專法哦。真的是很精彩，就是要對外送員好嘛。然後現在每張訂單45塊，然後有外送員可以打的1985哦，就是專線這樣，哇，很精彩。留言區罵得很精彩，吵架。然後就有觀眾朋友來問我說，他是外送員啊，然後他以前會接很多雲端廚房的訂單。很好玩，我跟你講，就是說雲端廚房它是怎樣？它就是一個店面，只做外帶，也不是外帶，你人去現場他也不給你點，你知道，他就是全部都網絡下單。好，然後就是外送員會彼此分享所謂熱點，比方說大安區延吉街，你就是查嘞，你要單的地在那邊單子就會一直來。那雲端廚房以前都是這種很熱門的熱點，那很方便啊。然後有些雲端廚房還會對外送員好，對外送員好，因為就等於是協力夥伴嘛，我做出來的餐要你送啊，雖然錢要給你賺沒錯。那有些雲端廚房他說很好呢，他說他門口會擺小桌子，會放那個冰的，甚至放小冰櫃，裡面有那個冰的礦泉水，飲料，反正不夠他們就補，不夠你外送員你都可以喝，那路人走過去要拿，那個店員會指，沒有人給外送員的之類，然後外送員也很喜歡反正就雲端廚房，品牌那麼多，他車子就插在那邊等，單子就一堆所以他是很喜歡。然後他說，怎麼最近都沒看到？然後想要找我來聊聊看這個雲端廚房發展，我想要對雲端廚房呢怎麼沒人在講了？然後我就去做了一點功課，所以這次我就來跟你講說雲端廚房怎麼了。然後在開講之前，我先補充一點這個雲端廚房的背景知識給你。在講雲端廚房為什麼退燒以前我們還是要回頭看一下說這個生意以前在台灣是怎麼出現的。很多人以為雲端廚房是疫情期間突然發明，我跟你講其實不是台灣的餐飲外送市場，早在2012年 Foodpanda 進入台灣以後，其實就開始慢慢在發育了。然後在2016 Uber Eats 進台灣以後，所以 Uber Eats 進台灣也10年了呢。那進台灣以後才開始外送平台大亂鬥，而且他們很鼓勵餐廳把菜單給它放在網絡上。這時候的雲端廚房就慢慢有雛形了。然後在2018到2019前後，台灣就出現了幾種不同版本的雲端廚房。就雲端廚房還是有分第一種叫共享廚房，共享廚房就是業者把一個大型空間分成好幾個廚房，它就是提供設備跟營業場地，然後餐飲創業者只要租一個廚房就可以做外送生意。這個是降低前期投資成本，不然你要開一個可以做菜的1樓，你知道很麻煩嗎？你知道你要做油水分離槽嗎？你知道你要把那個墊高嗎？你自己下次去百貨公司、美食街，或是你自己去外面餐廳你那個比較那種老店自己家經營的什麼自助餐店，那個可能就沒有。你去看一些品牌門店你看它的廚房後廚是不是都墊高？然後你一做呢，那很貴呢，然後還要買齊所有的設備，包含油煙啊，什麼靜電油煙分離機什麼的。那現在他做的生意就是，我說雲端廚房就是這個東西我都幫你喬好了，你就進來做菜就對了做你生意我就收你租金你就不用買設備，不錯例如勤勤創造。這你會念嗎？水部的
拾取的拾這樣哦，水部好念芹啊，就跟芹菜的芹啊，異體字，芹芹創造，造就灶台的灶哦。你光看這個名字就是很有理想的創業者去弄的，芹芹創造就是很早期的雲端廚房的進入者。概念上你就把它理解成餐飲業的什麼共享辦公室啦，就是主辦方提供場地、設備、營業登記地址，然後你就來我這邊做生意就對了哦，這叫雲端廚房。第二種叫虛擬品牌哦，就是他利用雲端廚房哦，經營多個外送品牌，然後這些品牌哦只活在外送平台上面，它沒有扛棒哦，沒有招牌，也沒有店面，也沒有什麼內用區哦。那就是說雲端廚房你不是租一個工作區嗎？結果你給他開5個品牌哦，是這樣啊，都是用同一個廚房生產線這樣啊，這樣做的好處當然就是一魚多吃嘛。同一間廚房可以同時在平台上開一家炸雞店哦，一家丼飯店哦，拉麵店，然後健康餐盒隨便你哦。那消費者看起來是，他看你的那個配色畫面都完全不一樣，他就以為是3家不同的餐廳，可是背後真的在做餐點的都是同一批工讀生哦，然後設備都同一套，他只是使用不同的，其實也都差不多的食材哦，然後製作過程都盡量的去減少那個技術介入，就是說。不是要一個10年經驗川菜師傅才有辦法出的餐，那可能就是微波爐哦，然後氣炸鍋等等這些東西。所以雲端廚房哦是負責生產的地方啊，虛擬品牌是消費者在外送平台上看到一些花花綠綠的店名。好，第3種則是幽靈廚房哦，在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 Just Kitchen 哦，他們的做法，Just Kitchen 蠻有名哦，蠻屌的。這個我在八卦會做一點補充。那 Just Kitchen 哦，你有沒有點過？其實你有點過，你也分不出來哦。有一陣子他們會在那個外送的門店上直接寫 Just Kitchen 哦，當那個集團曝光打廣告，後來都沒有了。他們的做法是什麼？他們的做法是先由中央廚房大量備料跟制作半成品，再配送到不同地區的衛星廚房哦，衛星廚房哦。那消費者下單以後，衛星廚房只要完成加熱、組裝跟擺盤，那叫擺盤嘛啊，隨便啊放漂亮哦，然後就可以快速交給外送員。好。幽靈廚房哦，誇張在什麼地方？我現在這沒有貶義，就是說哇，商業模式哦，這玩轉新的商業模式。他開2樓啊，或他開在地下室啊，他不用1樓店面的租金，你知道？就算工讀生比較累，一直跑樓梯這樣，他可以開在2樓啊，他可以，反正就是家庭廚房去改造哦，就這樣就在營業。你說那個是營業登記地址也沒有，反正他就開了哦，就這樣。這邊我舉一個例子哦，你應該都吃過鬍鬚張啊，哦，鬍鬚張。哦，鬍鬚張哦，有跟 Just Kitchen 合作過哦，那你有沒有點過？好，以前鬍鬚張哦，你想要讓偏鄉哦或山上或屏東，對不起啊，屏東哈，或屏東能吃到的話，他需要做到什麼程度？他就要花錢在屏東哦租一個店面，然後裝潢好來弄，然後看能不能撐得起營運，會不會賠錢哦，你才吃得到鬍鬚張嘛。好，那有了幽靈廚房以後，不用那麼麻煩呢。就是在屏東哦，搞出一間可以做菜的廚房，是不是1樓都沒關係哦？哦，然後我在說以前監管不力的時候，很多那個幽靈廚房亂開哦，然後總部就做好調理包，按你屏東的衛星廚房，就是把調理包加熱一下，然後煮白飯哦，然後或幹嘛的，然後能調理包就調理包，可能那些湯啊、湯品啊都是調理包給你啊。那就是做就跟中國大陸預制菜一樣哦，同個道理，然後你就可以出餐了，然後吃起來還真的就是鬍鬚張，所以這個對品牌來說吸引力極大。大在哪裡？我不用花大錢哦，去租店面、去裝潢店面、去養員工，我就可以快速拓展市場到全台灣，甚至是海外，對不對？然後我補充一下哦 ，Just Kitchen 的現狀下市了哦，2024年1月從加拿大股市下市了。那下市之後他在幹嘛呢？他跟日商哦合組了一間公司叫 Fab Foods 哦，那轉做實體餐廳。結果你做雲端廚房的一個老祖宗，你給他去開實體餐廳，所以他們現在也沒有在做雲端廚房這個生意了。OK， 好，那也就是說雲端廚房雖然都叫這個名字，其實有3種商業模式哦，3種都賺錢。那時候啦，第一種就是共享廚房哦，他賺的就是廚房的租金；第2種虛擬品牌。賺的是一魚多吃。第3種幽靈廚房哦，幽靈廚房幫知名品牌代工哦，原本只在一家店能吃到的料理，就複製到不同的城市，非常快速就可以開拓市場，非常非常快速。我說真的，我是鬍鬚張，我也要配合。我開一間店嘛，動輒那500-600萬 get away， 然後能不能成還不知道。但是如果是個幽靈廚房，成敗又不在我，
因為我的牌子有名，那人家要來開，成敗是他扛啊，他也沒什麼成本啊，所以突然我亂講哦，那瑪夏就可以開哦，那瑪夏的民眾也點得到鬍鬚張，屏東海生館附近那根本沒有吃飯地方的哦，或是過了飯點根本沒有餐廳開的，哎，通通都點得到熱騰騰的鬍鬚張了，澎湖啊、離島啊、哦、金門啊，通通都吃得到，然後甚至有那個遠在我亂講澳洲說，哎，那我來加盟，那不是很好嗎？我靠，我都不用付出什麼成本，我就可以在國外就直接開創我的品牌的市場，這很厲害呢嘞。對，所以再來你要知道你在加盟展看到的雲端廚房是哪一種。好，那我接着跟你說第二種哦，虛擬品牌。為什麼？因為真的有掀起話題的是這個分支，就是你前幾年你在加盟展哦，你會看到所謂的雲端廚房版本。我跟你講，現在這個沒人在提了，因為它退燒了哦。從一個人人都可以加盟的創業風口，變成餐飲集團內部在用的工具。那我先帶你回顧一下哦，加盟展中會出現的經典話術。疫情期間流行的版本就是說，你租一個沒有店面的廚房，同時開5到10個外送品牌，帥不帥哦？那你只靠 Uber Eats、Foodpanda 接單，你就不用1樓黃金店面，你不用花錢裝潢，你一套人力你一套食材可以同時經營很多品牌。那你賣不好怎樣？沒差哦，你賣不好哦，直接換名字、換照片，重新上架新的產品，帥不帥？失敗成本極低，好，那是成功的話幾乎無上限，很誘人吧？哦，那廠商的照片我就不放，放誰得罪誰。好，那為什麼這麼性感的雲端廚房這個日暮西山我們最常聽到就是疫情紅利結束，對不？疫情期間大家只能叫外送，那這個時候叫誰不是叫？消費者在 App 上也分不出來誰是雲端廚房嘛？那誰是真的有營業的門市嘛？那疫情結束以後，大家回餐廳吃飯，訂單掉下來，廚房養不起，就這麼簡單？真的嗎？外送需求還在成長是就幾乎沒人在成長，甚至這個雲端廚房就不見了我跟你講問題就在說你的產能是照高峰時期蓋的，對不對？但是單量回到平時，廚房用不滿，租金還要付，人要養，水電要繳，你看看對不對？好，那這東西的固定成本不會因為你單少就跟着變少，這很好懂啊。那可是你單多，不好意思，現在多不起來，那怎麼辦？接着你要知道雲端廚房真正的弱點如果你看到這邊覺得還不錯的話，記得幫我按個訂閱也歡迎直接加入我的頻道會員，讓我有動力做出更多精彩的影片。好，那加盟展中的雲端廚房會失敗的原因很多都是因為他們沒有店面。你們廢話就是開雲端廚房我有什麼店面？來，我跟你說加盟版的雲端廚房是把店面當成什麼純純的成本項目，所以他認為把店面砍掉，我可以省很多錢例如室內裝潢我就不用裝潢了，然後外場人員的薪水因為我根本就沒有內用，我也不用養那個外場，然後跟黃金店面的租金這些錢就被省下來，這沒錯，在當時的眼光看怎麼前衛這些錢看似省下來，但實際上我跟你講，他只是換一個收款的房東。以前你付給房東，現在付給平台，為什麼？因為雲端廚房沒有店面就沒有過路客以電商來說，就是所謂的沒有自然流量，所以他的訂單全部只能靠平台。好，那外送平台平台收多少錢？你看这個新聞標題：外送專法衝擊餐飲，平台最高抽 35%， 內行計算餐點漲 54% 才打平。35% 只是平台的手續費，還不包含包材費用。來，你看那這邊提醒一下，35% 是現在的收費標準。雲端廚房盛行的時候沒有那麼高收的再低一點，因為那時候勢均力敵，那個 Foodpanda 跟那個 Uber Eats 正面對幹，所以它會讓出一點紅利。好，但平台抽成對雲端廚房來說是很大的壓力我跟你講雲端廚房實際遇到的情況是這樣。雖然不用店面，雖然省了很多錢，但是有很多省不掉的錢例如房租然後水電、人事、瓦斯還有損耗。其實你省下來的錢沒有你想象中的多。然後還有一個問題是說，你要一個廚房開10間店，你極大概率你只能用調理包，不然呢不然你怎麼派人們早上去菜市場買菜回來，這裡面整理菜、洗菜，然後削菜，你怎麼弄你一個廚房你要同時做丼飯、炸雞、健康餐盒、拉麵，你廚房的器具是不是又要塞進去很多？又要多少？這是工讀生搞得定嗎？是不是也要有一點料理經驗的？所以你很自然而然，你就為了要控品質，你就必須用調理包。好，那用調理包就有一個問題，你的制作成本永遠降不下來。好，為什麼？因為加盟主要多抽一手啊。
所以一份200塊的餐，真正落到你口袋的淨利，我跟你講，一定不足30塊，一定，就是這樣，東抽西抽，你這中間平台抽完了，好，平台最高給你35%，你食材不用錢哦，你調理包是跟那個加盟訂的啊，他就要賣你這個錢啊，你能怎麼辦？包材費用嘞，你該省的東西你省不下來。然後疫情的時候訂單還不錯，你有活下來。疫情結束的時候，訂單量回歸正常，你突然會發現這門生意沒有那麼厲害。你說平台活動抽好凶，我能不能不跟？不行，好，你沒得選，因為你沒有店面。所以你要是連平台的活動你都不參加，你真的完全沒有客人。所以雲端廚房省下的是什麼？省下的是看似一筆龐大的房租，換來是任平台魚肉。好，這裡我再補充一個東西，就是說餐飲業有個鐵律，當然是美化後的版本，但是很好理解。我講給你聽，就是一個月不是有4個禮拜嗎？你的房租、店租錢不能超過25%。就是說，餐飲的老闆4個禮拜 ，OK， 那你賺房租就是用掉第1個禮拜，你只能就是最多1個禮拜用來賺這個的店租。如果超過，比方說你這間店開一開，就你發現要2個禮拜才賺得了房租錢，就賠錢了。鐵律說33%了，但是比較好理解，他們都說25%，就是說。你只能夠用1/4的成本去租那個店面，那此時實體店面的優勢都跑出來了。它優勢在哪裡？優勢在說，你看假設4個禮拜第1個禮拜我們用來賺店面的租金，好，賺到了以後，這個月店面錢不用再付了。你接下來你就去盡量多賺，你可能再來是第2到第3個禮拜是賺員工薪水、食材費用這些，然後等於是1個月裡頭，你身為餐飲的老闆，你可能真正幫你賺錢，你可以放到你口袋裡的可能不足5天，那你就需要2店3店这樣一路開下去來擴增自己的收入。好，這是一個很經典的模型。雲端廚房不是這樣的，雲端廚房是不是 35%？35% 什麼意思？都是 35%。我們今天店面這個生意好起來，店租是固定的，那個房東不會說，哎呦，我看你生意那麼好，有啦，邪惡的房東，可是他漲租金，他不會隨時跟你漲啊，他就跟你說下次續約的時候要調整之類的好，那我要表達的事情是，你沒有取得店租這個邊際成本下滑的效應，你就是筆筆都要被人家抽，然後最高抽30%，是不是超過這個鐵律了？那你怎麼玩？我今天為了省房租，我搬到那個樓上去，好，我省了大筆的房租，我不用租1樓黄金店面，沒有錯，結果35%跑出來，我靠，那玩什麼？我就不要在那個平台做了啊，不做完全沒客人，我靠，因為你在樓上完全沒人看到你，所以。餐飲業裡頭，實體門店還是要開那個堂食也不是講堂食，要講內用好了內用還是要做。為什麼？那個是廣告的效應，廣告的效應，他就開在那邊，然後人多，他雖然過路1000個人，不會是1000個人都去你的店裡吃飯，但是日積月累，他就有個印象嘛。那下次有一天這就廣告的效果就被你用付這個高額的租金，你就可以買到了。雲端廚房完全沒有這個優勢。你但凡只要不投廣告不參與行銷活動的話，這不用到第2天這個下個小時你可能店你整個你就不見了，就是這樣，很誇張所以這個商業模式很創新，但是實務經營上會有很多那個盲點，這是做了才知道，說原來實體門店那個付租金還買到廣告品牌效果，跟那個我租金是固定的要是我這個月生意好我只花了不到1個禮拜我就賺起來，接下來我等於是不用付房租錢，這個月我就努力一點把它賺起來我自己賺到錢就變多。外送不是這樣，外送你生意好生意差，他媽每一單都給你抽你成本是降不下來的。最後我來跟你講說可以學到什麼那我來跟你討論雲端廚房這一集，看完以後你可以帶走什麼東西？不要說你看我表演那麼久，然後最後什麼都不記得，然後雲端廚房來我要跟你分享一句話非常非常難聽，叫做人人都能做，代表人人是韭菜。我再說一次人人都能做，代表人人是韭菜。你當一門生意居然把低門檻就加盟嘛低門檻當成最主要的賣點，完全說不清楚競爭優勢，利潤從哪裡來？你就要小心了。因為對方賺的就不是市場的錢，而是加盟商的錢，你知道？雲端廚房當年最吸引人的話術就是不用餐飲經驗，不用會做菜，不用黃金店面，總部幫你準備品牌，總部幫你行銷，總部幫你設計菜單，總部幫你把調理包都準備好你只要會微波爐你只要會煮飯煮熱水，你就能做生意。你只要租一間廚房
好，請幾個人負責加熱、組裝、包裝，你就可以開始接單。聽起來門檻低到不行，對不對？問題就出在這裡。當所有人超低門檻都能開，為什麼？那你有什麼競爭的優勢？你沒有獨家產品，你沒有品牌知名度，你沒有地點優勢，連流量都是別人給你的啊！最後大家賣的都差不多的調理包啊，用的都差不多的外送平台，參加都同一套折扣活動，你能拼什麼？你只能拼你比同業更便宜，鬥價錢，比誰折扣下得重，比誰撐得久，那去狙了嘛。所以你會發現說，真正賺錢好像也不是你，而是爽爽收加盟費，賣你調理包的總部跟那個把廚房租給你的房東，還有每一張訂單都可以抽成的平台。那你最後有沒有賺錢？不管啦，反正他們賺你的錢，他們就先收走了。所以很多時候那個什麼低門檻人人能創業，講白話就是說人人都可以進來當韭菜被我割。比較理想的合理的方式是這樣，就是說哪家合者一個一個去做啊嘛，都是這樣嘛，他就應該要自己去訓練工讀生，訓練正職員工來做領班，然後全台6都通通都開，他都自己開，然後想辦法先把股票推上市，然後叫你買他的股票，這才合理吧，對吧？這才是一門賺錢的生意該有的樣子，而不是說你來做，你來做，你來做。那這個也是很多公司老闆看到任何新風口的時候、新的機會的時候，一定要學會問的問題。你不要只問說這個生意好不好做，你要問說為什麼做這個生意是活該你賺錢？你有什麼是人家抄不走的？產品也別人的，供應鏈整套別人的，品牌別人的，流量別人的，客戶資料都別人的，你就不是在創業嘛，你就是花自己的錢在幫別人打工所以反正你看到什麼超低門檻的東西，你就是先打一個標籤叫做又要來割了你被騙的幾率可以降低遠超過 50%。所以號稱越好做的生意你就要越看清楚說這個模式裡面到底是誰在賺錢，賺誰的錢啊？你都看不懂自己到底是賺什麼錢的話，往往代表別人賺的就是你那筆加盟費。所以你看藝人生意告訴你不用經驗、不用技術、不用品牌，連客人我都幫你準備好了，那他圖什麼？對不對可以想想看說，哇，那這個模式上我付的錢到底有多少？還是他就是收我的錢來付給我，然後營造一個短期之內有賺錢的假象，就先往這邊思考就對了。那同理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一個創業家，你是一個中小企業老闆，那你就要跟人家說無經驗無門檻，對不對那這樣的話就真的會有天真爛漫的人來被你吸引總之就是看了。好，那今天我就跟你先分享到這邊，也歡迎你底下留言分享，你去看加盟展有沒有聽過什麼很厲害的話術？我跟你講，加盟展超好看，超級好看，我每年都去看。幹嘛？哇，怎麼那麼好看那個比看一些什麼脫口秀還要精彩。哇，那怎麼可以美好成那個樣子啊？根本是進入一個人類新的紀元、新的烏托邦。加盟展我印象很深刻，啤酒機都有，什麼辦公室可以擺啤酒機然後怎樣，有人更換什麼，我看了我都想裝到我家。那出來是冰的呢，好厲害然後還有那個洗衣機，對不對？洗衣機的創業加盟，這個也是超多。那個洗衣機擺一大排，然後就跟你說這個怎樣顧啊什麼的，然後機器是多少錢啊，然後算給你看多少錢啊加盟展還有好多我跟你說，梁社漢排骨剛來辦加盟展，我就有看到了梁社漢，我還覺得說這牌子行嗎？就吃排骨飯，你有很喜歡吃嗎？然後還出了一個那個字體選了，我那時候第一眼看完梁杜漢是什麼東西梁社漢排骨，但我就看到了，後來它有發展起來。同場中的那個加盟花花綠綠的牌子還有一大堆我倒想梁社漢排骨我有看到，那時候還有誰紅景天一個飲料店，後來又叫人家儲值，對不對然後後來也是爆掉跑路，很好看，超好看就很像星探一樣你可以玩一個遊戲有加盟展你就去去好玩的，然後去那邊看你就跟你朋友賭說，我賭這個牌子我覺得看起來有機會然後你朋友賭他認為會起來的牌子，然後就這樣1年後驗證。很好玩，這非常鍛鍊自己的商業跟思考判斷的能力。然後加盟展又很好，對不對？裡面吃喝都包了只是不包住但是吃吃喝喝什麼都 OK 然後我這個頻道有開通 YouTube 頻道會員功能，我要請你直接刷信用卡支持我，讓我拿到錢，我可以投入更多的錢跟時間，把節目做得更好，平衡一下剪輯制作成本把商業世界中人家做生意的成功之處跟失敗之處，我就拆解給你看。
失敗我們就避坑嘛，成功我們就模仿哦。電商 Tony 曾幫你做功課系列，值得你加入頻道會員，祝你生意興隆。講八卦哦，講八卦，因為這是我自己有興趣的題目，所以我這是那個八卦有研究的比較深度哦。來，台灣有雲端廚房加盟，然後就被公平會開罰的記錄哦。講加盟這個東西，我再補一個台灣自己的案例，不然你一看到都是外商哦。台灣真的有本土廠商當初自己來自幹這個東西哦。而且他罰很新哦，2024年罰的哦。台灣公平交易委員會哦，真的處罰過一家雲端廚房加盟公司哦，叫做戶戶炊煙哦。先說清楚哦，公平會裁罰它的原因哦，不是說雲端廚房不能加盟，也不是說你這個是在詐騙，不是哦。他被罰的原因是加盟的重要資訊沒有充分完整揭露。那你仔細去看公平會點出來的東西，非常有意思，包含開店之前要向總部買什麼原物料。要花多少錢？營業以後原物料還要花多少？外送平台服務費多少？哪些東西是一定要跟總部買，你不能自己買的？哦，那總部賣給你的東西經不經得起這個市場的檢核，還是他就是來割韭菜的？哦，甚至連說你必須使用總部指定的平台，好，平台要申請要有總部代辦，哦，不能自己亂簽約解約，這些限制都是加盟前你就要讓加盟主知道的重要資訊，就他沒講哦。應該也不是說他沒講，就是加盟主沒送，他去想盡辦法找律師，就是要告這個戶戶炊煙。那當然就是雞蛋裡挑骨頭啊。哦，好，所以最後公平會認定說戶戶炊煙沒有充分完整揭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5條，罰了10萬塊。你可能會說，哦，Tony這10萬有很多嗎？其實罰多少錢不是這個故事好玩的地方，最好玩的是公平會抓到的問題啊，不就我前面講的。你去加盟展的時候，人家跟你說什麼什麼不用黃金店面，不用廚師，不用自己研發餐點，一個廚房開10個品牌哦，低成本哦，低門檻，馬上創業，馬上賺錢，哇，對不對？哦，聽完以後你腦袋裡面就是哇靠，那我來做，被人家賺錢的東西藏在後面，原物料跟誰買？你知道飲料店杯子你不能去外面自己做嘛，你就是只能跟總部買算那個杯子哦，封口膜也是。就是這樣啊，他在控的啊，結果這個東西就要賣你啊，你又不能不買，那就是這樣哦，所以我才一直講說，你去看加盟展，不要問說啊，那我開一家多少錢哦，這個問題哦太淺了啦，很危險啊。你要問的是說啊，我開了以後，我的營業額還有多少人要把錢拿走？房東嘛，平台嘛，總部嘛，原物料供應嘛，刷卡嘛，促銷活動嘛，你就這樣把它全部列出來，減項以後都扣完，剩下的還是你的，你看你還要不要做？所以加盟展最辛苦的地方就不是加盟費很貴，而是你那個加盟展加盟費看起來不多，你知道？那你簽下去開始做下去，裝潢都下去，裝潢還要那個總部指定的廠商來裝潢。那你說哇靠，明明就比較貴，為什麼我要找他？挖貝就是做裝潢，為什麼不能給他做？就是不行哦，就是這樣。你才發現說，哇，每一筆營收都有人等着在抽，加 combo， 那都扣完了以後，你發現，奇怪，為什麼工讀生時薪算起來比我還高？我有些月份我還會賠錢。然後現在工讀生又難找，然後又很嗆，他不止嗆我忍就算了，他會嗆客人哦，我靠，那現在怎麼辦？就很恐怖啊。所以說公平會這個案例我個人認為我把它放上來講，是說台灣官方已經真的處理過所謂的雲端廚房加盟資訊揭露不完整的案件了。我會認為說這個就是人家加盟了以後沒賺錢，還是想盡辦法告他就對了，然後來講這個，不然加盟展現場簽約多少件啊？現場這樣講一講就簽，講一講就簽，那最好是有辦法做到完整揭露。然後八卦2雲端廚房雲端廚房玩到最後連 Uber Eats 自己都受不了接下來這個蠻好笑，就我前面不是講說以前雲端廚房加盟，很喜歡跟你講說一個廚房開5個品牌，10個餐廳對不對？你想說這也太誇張了吧？10個好厲害！我跟你講，美國人玩得比我們兇狠很多。2023年 Uber Eats 自己出手，開始清理掉平台大量重複的虛擬品牌。當時 Uber Eats 上的虛擬品牌從2020年大概1萬個，短短2年暴增到4萬個。然後 Uber Eats 一次準備移除大約5000個線上店面，差不多是北美虛擬品牌的13%。為什麼要砍？就是有人開始發現說這東西就怎麼會這樣？就是今天有一家廚房，我幹嘛只開一家店？像我 Tony 嘛，我就來開 Tony 牛肉麵。好，然後我就來開 Tony 極品牛肉麵，Tony 老師傅牛肉麵。Tony 台南傳統牛肉麵 ，Tony 深夜牛肉麵，Tony 爆量牛肉麵，Tony 牛肉湯，Tony 那個豬腳飯隨便，反正我就是照片換一下，名字換一下，我可以同時占幾個版位，
對不對？你今天不小心打那個什麼牛肉麵，第1名是我哦，第3名是我，第6名還是我，媽的同一家廚房，我只是照片什麼都長得不一樣。你以為說，這條街怎麼那麼厲害？這是牛肉麵哦，都從這裡送來，好厲害！牛肉麵的那個美食街，是同一間廚房啊，這個在我們做電商的人很熟悉啊，這在幹嘛？洗版，對不對？你今天在蝦皮搜尋一個商品，前20個結果看起來是不同的東西，你點下去哦，才發現怎麼那邊換一下，照片換一下，標題換一下，規格都差不多，都是同一家。雲端廚房後來就是被玩成這樣，那真的很誇張的案例哦。Uber 那邊有查到，他說紐約有一個熟食店，他同一份菜單掛14個不同的牌子，就排列組合啊，其實就是那些菜哦，然后圖片都不一樣。現在更誇張，對不對？現在可以用 AI 設計啊，都不用請攝影師。那邊重新拍，然後舊金山還有一家巴基斯坦的餐廳，把菜單複製成20個品牌。好，那 Uber 啊，現在說這個玩法叫 Platform Hacking 啊，就是鑽我漏洞啦，所以你看一開始雲端廚房跟你講多品牌經營聽起來厲害，玩到後面就是一間廚房生一堆那個莫名其妙的頁面出來搶占搜尋結果。那後來平台當然就開始管啊，監管啊，那監管這邊力道反抗力道很大，說你管我，你平台你賺你的。啊，我就是可以開啊，我都正常的幫每一家餐廳我去申請這些什麼經營執照啊，你管我啊，就是不行。那 Uber Eats 開始要求說，同一個廚房裡面的虛擬品牌菜單要有足夠差異。那像現在美國也很常用叫 DoorDash 的官方規則也是要求同個地址的不同虛擬品牌你主菜至少要50%的差異，你單純換照片、換品名改價格都不能算不同的品牌，反正就是這樣。那你看加盟仔跟你講說，一間廚房開10個品牌，這到底是不是優勢？有可能是10個品牌，10套不同定位，10群不同員工，10種做料理的流程都不一樣，這個真的是 OK 嗎？你如果是一包雞胸肉，你今天叫雞肉先生健康餐，明天叫仙女鮮食健康餐，後天叫台北低卡廚房，你都是這個雞胸肉不同的料理，撒不同的香料粉，我跟你講，你沒有創造出3個新品牌，只是多開3個平台的版位，短期可能有效，長期平台會管，就是這樣。反正規則就是拿來鑽的，然後規則鑽了，有人先吃螃蟹吃到紅利後，大家就會衝進來把這個紅利玩爛。台灣目前呢也開始出現這個跡象。我還查到說，美國有一個地址我們台灣一個地址10個牌子，我們就覺得很誇張，對不對？美國這個有名到一個地址76間，我靠，這怎麼開？而且這76個還不是賣同一種東西啊，漢堡、意大利麵、披薩，然後甜點、沙威瑪，還有什麼清蒸，還有什麼無麩質，哇，一大堆。然後這更誇張雲端廚房這個餐廳本身，它真的是一家餐廳，它可以內用，叫 Fresco Pizza Shawarma Ice Cream 之類的，它真的可以繼續內用，只是它的後廚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厲害。長出一大堆虛擬品牌，那問題來了就是說創品牌很便宜很簡單，可是打造品牌很昂貴啊，打造品牌真的很昂貴啊，那你看它76個品牌你要怎麼估？我說亂槍打鳥不是這種槍法吧？這個每一個牌子都沒有獲得足夠的養分，你知道，所以我是不建議了我真的是不建議了。雲端廚房的問題就在說，比方說我叫 Tony 炸雞，我現在請 AI。這不用1分鐘就畫 Tony 炸雞 logo 給我，然後菜單什麼的是直接都幫我設計出來，我就馬上開了一個牌子啊。可是我光有 Tony 炸雞店活在雲端上，這有什麼用？要有人指定要吃說餓了，那我要吃 Tony 炸雞，然後把 Uber Eats 打開，這個才叫品牌，你知道？他也不是說我不知道吃什麼，然後發現這個 Tony 炸雞怎麼賣那麼便宜，因為我快倒了嘛，怎麼賣那麼便宜？不然吃它這樣也不行對啊，所以做品牌很簡單但是打造品牌超級困難，也超級昂貴啊。所以雲端廚房最性感的地方就是它只顧前面叫做開品牌很好開，可是它殘酷的地方是，那你要怎麼認認真真打造你的餐飲品牌嘛？然後還有一個八卦，那個全球最強的 YouTuber 做雲端廚房都做到被告上法院再來這個案例我非常喜歡非常中意。因為這直接告訴你說，你流量大到一個恐怖的程度，你也解不了，你也會在那個雲端廚房這一條賽道上翻車。這個主角叫做 Mr. Beast， 這人應該不用介紹全球最頂尖的 YouTuber 之一，也沒有之一啊，他現在就是個人單體 YouTuber 訂閱數最
龐大的人哦。那 MrBeast 哦，現在是講野獸先生，我剛開始接觸到位他叫禽獸先生哦。好，那 MrBeast 台灣也有點得到了，你知道嗎？你那個 Uber 或熊貓打開，我現在比較少看到，你可以點 MrBeast 的 Burger 呢的那個漢堡。好貴哦，它一個漢堡那麼460的這種，所以我到現在我也沒狠下心來吃過哦。但是我想說，MrBeast 怎麼會在台灣有開他的品牌的店啊？活在雲端上，這流量大到嚇死人啊！他這種等級流量，他就是挺什麼生意，什麼生意就會飛，就是這樣啊。那 MrBeast 在2020年跟一家叫做 Visual Dining Concept 簡稱 VDC 的公司合作，就開了一個品牌叫做 MrBeast Burger 野獸先生漢堡。那玩法很標準啊，虛擬廚房就是你有一間餐廳嘛，然後怎麼樣？你的廚房下午2點到5點不是沒事，好很好，你就把這段時間就打包，你可以直接加入 MrBeast Burger 的體系照他的 SOP 去做 MrBeast 的 Burger 的漢堡，去接他的訂單，就這樣他還不是叫你重開間，他是用你廚房閒散的時間，很不錯吧，對不對？那這樣子的話 ，MrBeast 就不用自己在全美國一間一間在那邊開，在那邊蓋，它可以突然出現在美國幾百間城市，甚至海外，像我們台灣也點得到。你有沒有吃過？如果你有點過那個 MrBeast 的漢堡或是什麼餐點的話，你跟我講一下。我不要那種到美國吃的哦。如果你有吃過台灣這種昂貴的 MrBeast 的漢堡的話，那你跟我講看看口感好不好？那這個東西剛推出的時候，超級生猛。這不只是商業模式很創新，對不對？他叫你用那個閒暇時間，你那個餐廳都擺在那邊，沒有在工作的時間，叫你這個時候來用。換句話說，他也不 care 自己的那個漢堡的生意好不好，反正他就等於是幫你啊，幫你拉點營收，不要那邊空耗着。然後他本身又是超級大網紅，所以就怎樣？這個東西剛推出的時候超級猛，一開始直接300個據點。後來全球做到1700個以上幽靈廚房據點，全球突然就出海了那你想想看，這個擴張速度有多強？正常麥當勞你要開1700家，你看你要長什麼樣子？你要找1700個店面。我隨便講，你現在去找澳洲的店面，你有辦法找嗎？你是不是要委託專業經理人幫你瞧，幫你用當地的中介什麼的？MrBeast 就不用啊，就可以直接這樣子走。正常麥當勞要開1700家，你要1700個店面，你要裝潢1700次，你要買1700套設備，你要訓練1700組人，你才有辦法營運。MrBeast 的 Burger 他不用他就直接跳過這些流程，因為是用人家現成的廚房這就是雲端廚房最迷人的地方，複製速度、擴張速度可以超級爆幹快。問題也來了複製速度太快，那你品質怎麼辦？MrBeast 他一定也是愛惜羽毛的，他一定不會說沒差，反正你就掛我的名字讓你亂賣不可能嘛，他一定是說我們有 SOP， 你要加入我們的計劃，要通過什麼培訓要怎樣你要按照這個講是這樣的講，對不對？品質還是崩了，大量的消費者在抱怨餐點品質，當然大家買 MrBeast 的 Burger 就是為了這個自己心儀的網紅去支持的嘛，那大量消費者來抱怨說，那漢堡肉沒熟那個起司什麼怪怪的，好像有點過期。那個生菜裡面還有蟲，什麼有沒？訂單錯誤，品質不穩定。那 MrBeast 團隊也認為說，那這樣不太行。我是跟你 VDC 這間公司合作，結果你們要管理成這樣，這樣會傷害到我 MrBeast 自己的牌子，所以要結束合作關係。那 VDC 當然不認賬，他就說你也沒你講的那麼紅嘛，什麼有沒的那所以 VDC 就反過來告 MrBeast 說。MrBeast 的團隊自己破壞合作，沒有履行應該宣傳等等的合約義務。然後 MrBeast 就說：“我靠，你做這個，現在人家吃到一個莫名其妙的爛漢堡，就跑來我的頻道罵你，還要我宣傳。”反正就這樣打官司啊。雲端廚房，全球最頂流網紅也搞不定這跟電商一模一樣。今天你代工廠東西做爛，客戶罵誰？客戶不會去查說，這個產品怎麼品質這麼差？是哪個代工廠？我看一下。誰那麼閒像我一樣他只會罵說，哇，今天這個 MrBeast 的 Burger 我很厲害嘛，我都看你影片，我來支持一下，怎麼那麼難吃他是合作廚房消費者就不會說這是哪間廚房的錯，他只會說 MrBeast 的這個牌子超級難吃所以雲端模式它一邊在擴張這個優勢，它還把這個缺點用更快的速度急速放大中，麻煩了所以你看 MrBeast 的這個案例很精彩他告訴你說流量
可不可以解決有沒有人買的問題？可以，但解決不了產品品質、供應鏈、教育訓練這些無聊到不行的事情，就這樣了啊！偏偏這個就是一個優質的公司，有辦法真正生存下來的護城河哦。那雲端廚房哦，這個曾經叫好又叫座的東西被我挖掘出來啊！這麼長的八卦，這麼多點，我也補充給你了。哎，說不定現在熒幕前的你或你朋友哦，以前就跟人家加盟過、玩過雲端廚房，而且還有很多雲端飲料店，哦，還有那個蝦到爆雲端星巴克哦。我想說怎麼會有星巴克？然後就點，然後來哇，那好像是自己做的耶！哇靠，哎，雖然就是不知道他從哪裡搞到一堆仿星巴克的耗材或什麼，但他飲料就很便宜，然後那個店也出現沒幾天，誇張。雲端廚房哦，現在沒辦法，現在餐飲哦還是需要實體門店。哎，現在雲端廚房誰敢說自己生意很好？沒辦法啊，這就是一個隕落的商業模式。還是回到我說的說。啊，你那個店面還有廣告的效果，一個月有4個禮拜，你第一個禮拜把店租賺起來之後，賺的都等於是店租，你就先不用管它。雲端廚房不是這樣啊，它每一筆單，它沒有辦法取得你那個邊際成本遞減的效果啊，又沒有店面啊，又沒有平常的自然流量的廣告，那還容易過。